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其实啊，阿娇的身材啊，真的是一级棒哦，该大的大，该小的小。你攻击他了！当时我耳朵响着一个声音：杀死他！杀死他！杀死那个侮辱我妹妹的王八蛋！妈呀，小爷啊，快闪啊！文杰，不要啊！哎呀！妈呀，救命！文杰，不要啊！不要，文杰，文杰。还好，吓死我了！就在我冲过去之前，突然我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叫我文杰，不要！愣了一下，就清醒过来。可是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，我就往前跑，往前跑，一路跑回来。我控制住了，我终于控制住了。我知道啊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真不敢想象，如果你没有及时阻止我，后果不知道怎么样。那以后你就要多想我喽。我一定会想你的，我要时时想，刻刻想，站着想，躺着也想，我要用尽我一生来想你。来，你做满这么多，买给你吃的喽。那也吃得完。你哦，一定要多吃了。你看你越来越瘦，就算吃不下，也要逼自己吃。OK， 来。最近发生很多事情嘛，老高又这么走了，我怎么说都是他老婆，都没有去奔丧，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哎。有心就可以了吗？要做给人家看的咩？哪不要说我吓你啊！如果你去奔丧，说不定会被他亲戚打死的。大家都认定是我害死他的。你管人家怎么说？他们要放屁就让他们放咯，难道你不让他们放啊？更何况老高的死跟你也没关系吗？为什么不吃？来啦，吃啦！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其实做人最好是不要想太多，就算要想，就想开一点咯。那最好是早上醒来就好好的吃，能够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到了晚上就好好的睡，能够睡多久就睡多久，这样才叫享受人生嘛。那你看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过得这么开心的。一龙哥，家福最近很忙啊？很劳哎，叫你享受人生，你替他做什么？他这个人就会自己找辛苦，说什么爬山那么细哦。他
他去爬山？对咯，他喜欢，这次中几天了，不是搞什么舞台剧，就是爬山潜水咯。可是他有没有跟我说？他人就是这样的吗？他喜欢就走了，他不管人的嘞。你想他跟你讲，你想的美啊，他连妈的都不会提啊。哎呀，说起他就扫兴了。谈谈你啦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找份工作，雅琪姐说她会帮我找的。我也可以帮你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认识很多人呢。你跟我说你喜欢做什么工，我可以跟你打听的，包在我身上 ，OK？ 我学历不是很高，英文又不是很好。哎呀，我知道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啦。想想看 ，sales 哥、侍应生都可以啦，可以维持生活就可以了。这种工作还不容易，包在我身上啦。找到工作之后，我想帮你去新山住，那里生活水准比较低嘛，还可以顺便照顾我哥哥。搬进去住啊？哇，这样进进出出很麻烦呢。哎，不要紧吗？那最多我可以买辆摩托bike，到时候早上去接你出来上班，等你下班的时候，我再送你回去哦。雅喜，大姐，我在浴室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洗衣服啊。你不是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的吗？是啊，不过衣服沾到的东西，我看可不可以洗掉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了。哎，你这样用力搓啊，衣服会搓坏的，而且要小心你那双玉手啊。什么玉手啊？大姐别笑我了。不是吗？你是千金小姐啊，嫁人以前啊，一定是没有煮过饭啊，没有洗过衣服。这双手啊，什么时候浸过肥皂水呢？不是玉手是什么？是鸡手鸭脚，就是平时不做，现在一做就手忙脚乱。所以我才说让我帮你嘛。哎，你看洗不掉了。是啊。哎呀，是名牌货。哎呀，在前面怎么遮也遮不了，以后不可以穿了，惨了。好可惜啊，我只穿过2次而已，真是鸡手鸭脚。所以我说嘛，以后交给我，我有经验的，沾到什么就用什么方法。有时候可以用醋，有时候可以用热水，有时候可以用柠檬，很简单的。可是一点小事，老是要麻烦你们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我们都是一家人啊，怎么不好意思呢？哎，是不是嘉倩给你脸色看，不帮你了？哦，没有。他这个人啊，你要敢骂他的，你怎么讲是他二嫂，不要让他爬到你头上来啊！哦，大姐找我什么事啊？我们合作的儿童服装摊位过2天就可以开张了。那很好啊，接下来啊就要辛苦你了。辛苦是当然的，不过自己的摊位啊，怎么说啊，辛苦也是值得挨下去的啦。哎，昨天我看到一批服装实在漂亮啊，尤其是那些儿童服装，穿起来每个像公主一样，所以想问你有没有空去看看一下？不用了，大姐，你知道我对儿童服装是外行，你拿主意行了。我知道你很忙的，不过怎么说啊，你也是半个老板，我应该跟你交代一下吗？不必了，你做主吧。好啊，不过啊，我还是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也知道的，我们要还3个月租金，所以加起来啊，就用了8、9千块。我们是新公司嘛，人家都不让我们赊账，买什么都要用 cash 啊，所以这样子啊，又花了4、5千块。那最近我又请个新的工人啊，他的薪水啊，起码也要1200、1300，这样子拉拉杂杂的，已经没什么钱了。所以啊，我想如果你那边方便的话呢，是不是能够再注入一点资金？不用太多，1万块左右就够了。我不是已经给你1万5了吗？啊，是啊，可是1万5啊，太紧了。你也出了1万5，加起来有3万块的资金，应该很足够啊。我这些日子啊，东奔西跑，选货啦、订货，还有布置我们的摊位啊，接下来还有的忙的啦。我想啊，我所付出的时间跟精神也不止1万5吧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根本没有拿钱出来啊？哎，我这样跑来跑去也不容易，你只是出钱，什么都不管，辛苦的人只是我。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好1人1半的吗？我知道，我不是说我不出啊，我只是想赚到了钱之后，我再把资金注入嘛。你也知道，我每个月要付温温的学费啊、补习费还有生活费的，我每个月的开销也很大的，而且最近搞离婚也花了一大笔钱。学制啊，就像榨干了的甘蔗，怎么榨都榨不出汁来的。所以我跟律师讲啊，赡养费那就免了。
真的是没钱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大姐，我知道你有困难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当初你应该坦白跟我说的。我想这是难得的机会啊，你不是怪我吧？我当然不是怪你，不过当初我也告诉你了，我对做生意根本就没有兴趣，也没有信心。我之所以会跟你合作，完全是信任你啊。15000不是小数目，我这笔钱拿出去了，是赚是亏我都不知道。现在生意还没开始做，你又要我加1万，对不起啊，我真办不到。那你不用担心，这生意啊，我有信心会赚钱的。我这个人是很公平的，赚钱之后你分多我分少，虽然出力的人是我，不过我1分钱都不会拿多你的。大姐，我只是以15000为限，再多我真拿不出来。你怎么会拿不出来呢？1万块钱只不过是你1个多月的薪水而已吗？大姐，不如这样吧，你打信我签名，就当做我跟你借，等赚到了钱之后呢，你连本带利拿回去。不行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啊？现在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，而是我只能拿出15000。大姐，我要上班了。雅喜，就当我求你吧。大姐啊，没有这笔钱啊，这生意真的会做不成的。到时你不要怪我把你这15000亏掉啊！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摆什么臭架子嘛！妈的，能不能够调点钱给我周转一下？我的儿童服装生意啊，需要点钱，2、3个月后就还给你了。妈的！你跟雅喜不是拿了15000吗？可是还差一点呢。我刚才还叫他加点投资，就给我脸色看，跟我喊穷啊。他每个月的薪水都有7、8千块，他妈妈还是什么100万元俱乐部会员。他说没钱谁会相信嘛？人家有钱啊，是人家的事情。他拿出15000给你做生意已经不错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哪是得寸进尺呢？我只是叫他再加点资金罢了嘛。你生意还没开始，就叫人家再加资金了，人家会相信你嘛？我又不是骗他，反正以后赚了钱，我还是会分回给他的嘛。你就保证能赚到钱啊？赚钱的生意谁要做嘛？想赚钱跟郑重赚钱是不一样的。以前你帮学子打理生意的时候，还不是每次说会赚钱，到最后有赚到吗？你还提这些干什么？都已经几百年前的事了。人家说从失败中得到教训，可你有吗？妈的，你不能怪我的，都怪学子他不争气，他的钱是给他大哥吞掉的。不要再说学子了，学子能有今天，你这个做太太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啊！哎，你这个人啊，真的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情没有事前想好，只有一股劲向前冲，做错了才来急。你这样做，谁会相信你啊？我本来都不希望你跟雅喜合作的，现在还要叫人家再投资，如果给他妈妈知道也会怎么想？以为我们俩在骗他、欺负他。我哪有欺负他？我又没有拿枪指着他，是他自己要跟我合作的，他都不肯再注资，我也就算了嘛。总之以后少打雅喜的主意。妈的，我们今天不要谈这个问题啊！你能不能够再调点钱给我？我没有。
佳琪啊，你就不要再伤心了。老板娘的人是这样子的，说话直肠直肚的。什么这样那样？也不见他对雅喜是这种态度。我是他女儿，他连这眼都不瞧我一下。如果换成是雅喜，他会这样吗？为了你生坏人，你说一句公道话。一个女儿，一个媳妇，他对谁比较好？两个都一样好啊。可能对雅喜会比较好一点吧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连个外人看他一清二楚。他偏心雅喜啊，偏心到出面，他心疼他的钱呢。我的生意做不做得成，他一点都不理的。可能雅喜是他的第一个媳妇吧。如果现在是换成大哥的老婆，你以为他有这么好命吗？这跟是不是第二个媳妇没有关系，是因为佳琪。佳琪是个大医生，他是家里最有出息的。佳琪让他觉得很光荣，所以雅琪就妻贫夫贵。他怕得罪雅喜，就失去宝贝儿子，所以拼命巴结雅喜。对我这个女儿就不屑一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家境本事，我婚姻失败，我又没有事业，我还要带我的女儿回来投靠娘家。你说谁会看得起我？就是因为他这样处处维护，雅喜才会这样跋扈啊！我这个生了大姐的，还跟他低声下气求救，他却给我脸色看。我说，你当初把钱借给我，要我连本带利还给你，他都不给我面子。算了，求人还不如求己呢。如果能够救济，我还需要看他脸色吗？说的也是啊。你还差多少钱呢？其实不多的，只是1万块左右而已。我还以为10万8万我就没有，1万块钱我有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我有1万块钱。你是要来投资还是要借钱给我啊？你想怎么样都行嘛，反正你需要钱，我又帮得上忙，不就帮你喽？你干嘛那么好呢？我，不想看到你伤心啊。他们比谁都有良心。我以前只是请你吃一碗bak chor mee，你一记就记了那么多年。那些人一个个都没有良心的。哎，可是做生意是没有 guarantee 的，万一亏掉呢？那就算喽。啊？看你说的，眼睛眨都不眨。你很有钱的啊？没有啦，我哪有钱呢？我一个月薪水才多少，你都知道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你孤家寡人一个，你不喝，不赌，不烟，嫖嘛，我就不知道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你不烟，不喝，不嫖，不赌，那应该是存了很多钱啊。哦，没有啦，我给我爸医病已经花去一大笔钱了嘛。哦，我都忘了。哎，不过你还是想清楚比较好，这是你的老婆本，万一他却亏掉了，那以后你就娶不了老婆了。那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打算结婚了。哈？你要当一辈子王老五啊？除非什么？没什么。哎呀，自从我爸死了之后，我又无亲无故，不是，我还有一个哥哥。哈？你有哥哥的啊？不过已经失去联络了。哦。哎呀，人就是这样的，很难说的啊。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。再说我最近那么黑。怎么会呢？不会，怎么会碰到那些肮脏的东西呢？你还在担心那件事啊？没有了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该来的会来，躲也躲不过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什么时候需要那笔钱呢？越快越好了。我明天去提给你啊。没想到你那么大方，早知道我来找你了，就不用说那女儿一肚子气了。谢谢你了。佳琪，雅喜呢？上班了吗？还没。他呢？洗手间啊。来，
妈有话跟你说，来。怎么了？这里15000，拿给雅喜。你分奖金啊？我有没有分呢？佳喜跟雅喜借了15000投资做生意，这件事情知道吗？我知道。跟雅喜说，那个投资算我的。哈，原来你想买雅喜的股份啊？哦，那就不止这个价钱了。那要多少？15万呢。哇，你真的是好孩子，连老妈也敢敲诈。你付不起是不是？那就把钱收回去啦，老妈子。佳喜会把雅喜的钱亏掉的。你对大姐这么没信心啊？我是他妈，我不了解她。她的性格一天不改的话，她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的。那就让我们帮她改过来喽。别浪费力气了。如果她肯听劝的话，今天不会搞到这个样子。听妈的话，还给雅喜，别把人家吓跑了。哦，说来说去，你是怕雅喜跑掉？换到是我，早都跑了。我心想，她最多能挨1个月，没想到现在挨了3个月，真不错了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你儿子有的是魅力。魅力呀！等老婆跑了，你就没有气力了。做我们罗家的媳妇啊，不简单呐！我们不要亏待她，拿去。哎，不要，妈，我真的不能够做主的，你让她自己决定。谁说决定直接窜进她的户口嘛？不行啊，知道她会惩罚我的。惩罚啊？怎么会打你还是怎么？哦，比这个更加残酷。会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你答应我保守秘密。他不让我接近他。啊，短就3天，长就30天。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啊，至少3个月。不是吧？哈，你要不要抱孙子？你问你自己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不相信？他骗你什么？要是他真的骗你，你要告诉我啊，我来惩罚他。啊，惩罚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在跟佳琪开玩笑啦。不然嘛，刚才你问我一件事情啊。什么事啊？有啊。哎呦，快点送雅琪上班了，那下楼去了。哎呦，别再提了，我没事啊。什么事？没什么。你们2母子肯定有事，没有不然妈怎么会说你骗她？没有。快点从实招来，要不然我要惩罚你啦！最怕就是你杀手锏了。好，我招。其实妈说，她很想抱孙子。妈说我好歹都是个医生嘛，干嘛那么不争气呢？婚前说很快就有消息了，结果搞来搞去搞了3个月，一点。搞什么搞？这么恶心！ouch！ 哦。快乐一餐，来打包2块，谢谢。来套餐 ，Thank you 啊。那是要什么 ？OK， 快乐一套餐。哎呦，你整天哦火气这么大，难怪你店会被烧掉。哎，说好听一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妈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受够他了，我要跟他划分界限。你是在说谁？还有谁？佳喜啦，2个从小哦就贴错门神的。那，是黄耀祖啊。耀祖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要讲了，讲了我就气。总而言之，我今天晚上留在这里，我不回去了。啊，你又要回来呀？哎，佳喜已经回来了嘞。大姐能够回来，我不能够回来啊！这里不是我的娘家。哎，你说的哈，你住大洋房，这样舒服不要住，要来这里愧羞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啰啰嗦嗦，听佳玉怎么样说。耀祖怎么了？
妈的，他简直是疯了！上一次他跟我吵着要再拿20万去投资，我把他骂得狗血淋头，我以为他不会拿，怎么知道我今天去 check 我的 account 啊，他偷偷拿了20万出去啊！你说气不气人呐？啊，耀祖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啊，他简直是发疯了，他 crazy 了。20万可不是小数目啊，怪不得你要生气耶。哎呀，有什么好气？他都讲是投资了，哎，投资就是钱生钱呢。你以为他是黄祖耀啊，大哥？他是黄耀祖啊，钱生钱，慢慢等就有啊，等久久就有钱生钱。现在你们2间店屋都烧掉了，接下来是要打官司。耀祖怎么还可以这样乱花钱呢？就是嘛，他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，永远都以为我们的钱花不完，一点都不会紧张。谁说他不紧张啊？那追来了，追来了。哎，跟他讲我没有来，跟他讲我没有来。哎 ，OK， 我来试试他。大哥，佳玉没来过？没有，没有啊，会上哪去呢？哇，你连老婆在哪里都不知道啊？你是不是欺负我妹妹啊？没有，没有，为什么四处找老婆？哦，你一定是在外面有女人。没有啊，没有，不嫖那就是赌。没有啦，没有，那20万去了哪里？哎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佳玉一定来过是吗？佳玉啊，佳玉，佳玉，佳玉啊，佳玉，出来了，你们2个好好谈，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孩子等你一块去吃午餐啊，他们都在车上，一起去吧啊！吃什么午餐哈？现在吃鲍鱼翅我都没有胃口啊！哼，2间店屋都烧了，连保险都没有买。下个礼拜又要开庭跟你弟弟打官司，如果打赢还好，好，对方可以帮我们还律师费堂费。那万一打输怎么办？连屋子都没有啊！对方的律师费堂费我们都要扛下来啊！这笔数目没有20-30万，你休想解决。不会那么贵吧？拜托你啊，打个电话去问问律师啊！律师还说，如果审讯比预期的还长，或者是输的对方要上诉的话，可能还会高达到50-60万呢。黄耀祖，你轻轻松松就拿了50万，好啊！现在我们户口里头只剩下30万，你最好是求神拜佛，我们会赢这场官司，要不然我们整家人就要沦落街头当乞丐了。哼，不会那么严重的。那即使真的是这样，别忘了我们还有一块地啊，店屋烧掉了，但是地还在啊。哎，那块地很值钱的，不怕的。哇，你真的很窄嘞！你老婆哦怕去嫁，你不怕睡街头啊？切，不会的。那我阿公以前跟我算过命，说我这一生啊都是皇帝命，有享不尽的福。人嘛，最重要是命生得好啊。你还在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还当什么皇帝啊？哈，黄耀祖，你有没有好好看清楚上面的遗嘱？对，遗嘱上面是指明老爸那2间店屋是留给你，可是条件是不能够拆也不能够卖，要不然就全部归公家去分。好啊，现在店屋被烧掉，变成一块空地，你以为你那些兄弟不会来跟你争吗？啊，他们一定会说你没有好好保护祖产，啊，烧掉就是等于拆掉了，他们一定会来跑来跟你抢的。不会吧？不会，我跟你打包票 guarantee 啊，他们一定会这样子做，不会。那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破产喽，当乞丐喽，还当什么皇帝？哎呀，好了，佳玉啊，有话慢慢说啦。老婆，我知道我有错，可是我真的没把那些钱胡乱花掉啊，我这拿去投资啊。那等投资有了回报，我们就有钱了啊。你看，哎呀，我不要跟他说了，我跟他说我会短命的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别这样嘛，你别生气。其实我这样做也是希望我自己有一番事业，有一番作为啊。每天靠着祖先的遗产来过活不是不好，可是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好像什么用处都没有。我不知道我价值在哪，我也不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责任，也有自己的愿望要去达成。就好像马德，他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快乐鱼搞好。还有威廉嘛，他每天醒来都有工作等着他去完成。即使是大哥，他也希望在马场上大杀四方。对，哎，对了，
对哦。可是我什么理想、什么计划都没有，每天醒来也不知道有什么事要我去完成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理想要我去实现。我真的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。老婆啊，我知道我们现在面对最大的困难，我也知道万一搞不好会一无所有。你也说过，我从来没有穷过，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可是并不是这样啊，我不害怕，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啊。所以不管以后的日子多困难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的。哇，哎呦，这些话哦，好像只有在电影里面才听得到嘞。哇，他太厉害了，我死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。不要说死啦，做鬼都讲不出来嘞。老婆，跟我回家吧，我跟孩子不能没有你的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这么多人这样还讲那么肉麻的。怎么会肉麻呢？这些都是我心里的话。哎呦，还不肉麻，我都麻到我要飙尿了嘞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去飙了哦。看你，看你，太社会了。是啊，只要你们夫妻俩齐心协力啊，真的是多大的困难都可以解决的。好了，你看2点多了，去吃饭了。谢谢你妈的，我们走吧。啊。阿妈，爹地妈咪，你们好了吗？我的肚子饿扁了。肚子饿的话，就在阿妈这里吃了。咦，不要了，阿妈，整天吃牛炸鱼会腻的嘞。哦，很多人特地坐飞机来吃阿妈炸鱼哦，你呢还说吃腻了。就是了，真的是太好命了。哎，走了走了，哎，马德走了。妈咪，我们吃什么？这个时候还能够吃什么？到附近吃 chicken rice 鸡饭 ，OK？ 不要，我不要吃鸡饭，我要吃teppanyaki。哎 ，OK， teppanyaki 去 food court。咦，这么 cheap 的teppanyaki哪里好吃？我看他们在那边乱炒啊，都饱了，宁可吃鸡饭。爹地，下酒店的teppanyaki最好吃了，那个日本厨师还会耍刀呢。我们去那边吃好吗？好。像酒店的teppanyaki当然好吃了，账单也很好看，没有300块，你休想吃得饱。啊，要300块才吃得饱啊？吃什么东西？那边的豆芽最好吃了。哇，花300块钱吃豆芽，我还以为吃鲍鱼呢。对咯，哎，这么那边的豆芽包黄金的，这么贵？哎呀，大舅你不知道啦，那边的豆芽是特别好吃。OK， 你怕你以后没有机会吃豆芽是吗？等以后我们没有钱，你天天都有豆芽吃啊！好了，不说了，去吃 chicken rice 鸡饭。不要，我不要吃鸡饭。够了哈 ，Patrick， 你不要不懂事啊！妈妈现在带你去吃鸡饭，不是1盘2块钱的。我们去这家店吃鸡饭，一家人吃啊，至少要50-60块啊！怎么去？去你的头啊去！妈咪跟你讲啊，我们的店都被烧掉了，以后每个月都没有租金的收入了。爹地说烧掉还可以建新的吗？你 shut up 呢？好了，我们就迁就他一次，去酒店吃 teppanyaki，一次就够了啊。Yes。No， 不行，不能够出入宠着他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去，连鸡饭都没有去吃，留在阿嬷的店里吃杂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budget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不明白就用你的头脑想一想，不明白。阿贝，我不要吃了。OK， 不要吃 ，Very good， 去外面站，不要吃。哈，金宝啊，好的，不要管他，看他耍性子耍到什么时候。老婆啊，我们现在又不是到了吃不起 teppanyaki 的地步哈。吃得起也不是这样吃法的。我们以后的日子啊，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啊，把他宠得像小皇帝一样的，每顿都要200-300块，哪里找钱啊？哎呀，妈的，你帮我看厨房，还有剩下什么食物拿来给我们吃。来，叫Patrick进来啊。不准去，让他反省。Sorry, Daddy， 我帮不了你了。黄耀柱，你也不准去。
餐来喽！来哇，刚炸出来的，哇，好香的快乐鱼，哇！来，看好了。我去厕所。要不要吃啊？阿妈的炸鱼就剩那么多，你不要吃，我们全部吃掉了哈。那我吃了才去厕所。吃吧。哇，阿嬷的炸鱼是不是比那颗包金的豆芽好吃啊？好吃，阿妈好吃，阿妈好吃。Stupid 是阿妈的炸鱼好吃，不是阿妈好吃。好啦。OK 啊，妈咪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的店又被烧掉了，以后每个月都没有收入。下个礼拜呢，爹地跟妈咪要跟你的叔叔他们打官司，这些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的，你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们的好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大家要面对的是不同的生活 ，OK？ 什么不同的生活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天天吃好的，你也不能够吃鲍鱼配快手面了。我才不要，整天吃都吃到怕。那很好 ，very good。家庭的开销重新调整过，换句话说就是要看budget。你们每天的零用钱也要看。看多少？50%，58%。58%？那我一天不是只是拿30块？30？你一天的零用钱60块没？对呀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妈咪不是给你30块的吗？爹地给的。你又在搞什么鬼？啊，我只是多给他30块而已，不多啊，不多。哇，30块钱还不多啊！有些人呢，一天呢都赚不到30块钱呢。就是咯，一天60，那一个月就是1800块钱哦。哇，比我的工钱还多嘞！听到没有啊，先生？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失业，连房租、水电费都没有办法给，你还说30块而已？哈？你们懂不懂？以前妈咪上学，阿嬷给我多少钱啊？一天才块半呢。哈 ，I really kill myself. If you still want $60 per day, I will kill you. Then 就50了。No way, $5. What? $5? You must be kidding! 你要我怎么花？喝一杯咖啡都要4块多了嘞。哎，你去那咖啡桌喝哦，很贵的嘞。那天哦，我只叫一杯这么小的咖啡，6块钱一口就没有掉了咯。不去咖啡座，等去哪里？去狗逼店。狗逼店是人去的地方吗？哎，我不是人呐。大哥，不要跟他浪费口水了。那你听我说，妈咪今天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，OK？ 我一向最担心，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情，都突然间发生了。现在我们不只是没有收入，连房子也可能分分钟没有得住。如果我每天可以给你5块钱啊，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。万一事情比我想象的还糟，不要说5块钱，连块半都没有了。哈，那我就去跳楼了。哎，兰娜，不准说这种话。你看你，哈，养得你那么大，为了一点事情就说去跳楼，真的是白养你啊！就是哦，跳楼很惨的嘞，手断脚断，连头也会不见呢。你跳过楼啊，这么清楚？哎呀，不要脑袋想，用屁股想都知道啊。喂 ，Hello， 哈，谁教你讲那么粗俗的话？我的老师说的。你一个老师那么没有教养，跟妈咪讲，妈咪要在 PDA 会议上 complain 他。妈咪，算了吧，你把我们说的那么惨，你还要去管闲事？什么闲事？我的孩子在哪间学校读书，我就有资格提出对老师的不满和要求。以前你在 PTA 有人听你讲话，是因为你是太太，人家以为你很有钱的才会 respect 你啊。现在你把我们说的那么惨，人家都不管你了。Rubbish， 放屁！哦，妈咪，你也说粗俗的话。OK，sorry 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有钱也好，也没有钱也好，一定要挺起胸膛过日子，千万不要自卑啊！不要学你大姨一样啊，整天怕人家笑他没有钱。明明婚纱店啊是他朋友开的，他也硬说他有份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吗？他哪里有能力开店啊？
这种鸵鸟心态只会让人家更瞧不起他。我们不要学你大一样当鸵鸟 ，OK？ 真过分，怎么可以说佳琪是鸵鸟呢？哼！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，重新振作哈！要活得有尊严、有志气，懂吗？如果活得让人家瞧不起，那就完蛋了。所谓人穷志不短，明白吗 ？Understand？ 妈咪很凄美，我听不懂。我也听不懂。哎呀，妈咪讲这些话是让你 daddy 听的，他听得懂就行了哈，dear。Daddy， 你听得懂啊？懂，daddy 当然懂啦。你妈咪的意思是说，即使我们真的变穷了，也不必担心啊，只要有信心，也可以过回好日子的啊，所以不必担心没有饭吃啊。那 daddy， 我们有没有鱼啊、肉啊、虾啊和沙冻可以吃？当然有啦，新加坡人啊，怎么惨都不会惨到哪去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上电视台受访问的人啊？他们说自己多穷多苦啊，可是在他们家里啊，还不是一样有电视机、DVD、手机，还有电脑。对。而且啊，上了报纸还是电视后啊，就会有很多人捐东西给他们，后来东西多到吃不完呢。对，所以啊，不必担心啊，新加坡是穷不死人的 ，agree？ Yes。吃吧。这三个胖。文杰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有事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只是在想老高的事。老高都死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老实说，我反而觉得这样挺好的，你妹妹就不用再被他折磨了。老高帮过我，帮过我家，我本来是应该感激他的，但是我想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想得到我妹妹。尤其是看到他虐待我妹妹后，更不能控制自己的恨他。不过我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会这样就死了。他人都那么老了，还要糟蹋一个女孩子。说难听一点啊，他死了算是老天有眼，一点都不值得同情。我只是觉得，他死得太突然了。那是意外吗？新闻不是也报了吗？我也看过那段新闻，不过什么？我在洗碗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新闻上说，老高的车与摩托单车相撞，双双掉进海里。可是尸体只找到一具。那不就是老高吗？应该是吧。肯定是老高，要不然巴萨的人怎么会议论纷纷，而老高怎么又没出现呢？那也是。你别想那么多了。对了，你妹妹怎么样啦？她说她想在这里找份工作，找到工作之后才搬回新山跟我一起住。你没有告诉她你会一直住在新加坡吗？我还没有告诉她，要不然她又要我去看医生了。那她也是为你好啊。我这些日子以来不是过得很好吗？我发觉我越来越能控制自己了，就好像我听到人家把我妹妹说到那么不堪，我都能忍住一路跑回来，那也是一种进步。你就是我最好的医生了。干嘛？你又要请我吃汤圆了？是啊，我非请你不可。为什么？昨天我结了账，我发现我们摊位开始赚钱了。这个星期我们赚了585块。真的啊？你看，这是收入，这是支出，这是盈余。太好了。所以我要请这个老板吃汤圆。不对，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啊。不，我来请，我要快点抓紧机会，巴结老板，拍老板的马屁，这样老板才会对我好。赶快放下一天工作想法，等待你的回视角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受点伤而害怕回家，等
生活，多忙世界多大，想让你忘掉疲劳，再出发。回家，把微笑带回家，你就把微笑快乐都想家。